親愛的朋友們，歡迎來到微光夜讀。你看那邊角落裡坐着的那個人，就夾克衫、布褲子，就跟80年代畫報上走下來似的，也不知道是怎麼混進來的。別瞎說，興許是哪個基礎學科的老教授，一輩子搞學問，不講究這些。教授，你看他那雙手，指節粗大，哪有半點拿粉筆的樣子？倒也是。可你瞧瞧主席台上的張校長，眼神怎麼總不經意地往那個角落裡瞟，透着一股子說不出的味道。接下來開始我們本期故事，記得點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那封燙金的邀請函，像一片深秋季節裡落下的邊緣卷曲的梧桐葉，靜靜地躺在林默寬大的辦公桌上。紫檀木的桌面上，它那種喧囂的、帶着某種炫耀性質的金色，與周圍沉穩的色調顯得有些格格不入。秘書小王是個機靈的年輕人，他把邀請函放在最醒目的位置，同時附上了一份打印好的出席流程建議，甚至連車輛安排、陪同人員和預備講稿的標題都擬好了。林書記，明德大學是您的母校，這次100年慶典，校方那邊非常重視，希望能邀請您作為最重要的嘉賓出席。小王說話時微微弓着身，語氣裡滿是恰到好處的恭敬和熱切。林默的目光從一份關於淮河沿岸農業區劃的文件上移開，落在那片金色上。明德大學這4個字在他心裡像投下了一顆小石子，漾開了一圈又一圈濕漉漉的回憶。那些關於香樟樹、白衣單車、圖書館裡昏黃燈光和廉價食堂菜的記憶，都從時間的深井裡浮了上來，帶着一股子霉濕而又親切的氣味。他擺了擺手，聲音有些倦怠，但更多的是一種不容置喙的溫和。把流程撤了吧，他說。啊，小王愣住了，以為自己聽錯了。車輛、陪同、講稿都不要。林默拿起那份邀請函，用指腹摩挲着上面凸起的校徽，那是一個由書籍和麥穗組成的圖案，樸素而有力量。我自己回去看看，就當是個普通校友回去探親。這怎麼行？小王急了。安保工作，還有校方的接待，我們不提前打招呼，會亂套的。林默笑了笑，那笑容裡有一種讓年輕人無法理解的滄桑。小王，要是母校連一個普通校友回家都容不下，那這個100年慶典開的還有什麼滋味？他的話不重，卻像一枚釘子，將小王所有的勸說都定在了原地。周6的清晨，天色是一種灰蒙蒙的魚肚白，像一塊未曾染色的土布。林默沒有讓司機來接，也沒有穿那身象徵着權力和身份的深色西服。他從衣櫃最深處翻出了一件灰藍色的夾克，領口和袖口被洗得有些發白，泛着一種舊棉布特有的柔和的光澤。褲子是條普通的深色長褲，腳上蹬着一雙不起眼的黑色皮鞋，鞋面被他自己擦得一塵不染，但皮質的褶皺裡還是藏着歲月。他对着鏡子看了看自己，鏡中的男人頭髮已經有了銀絲，眼角的皺紋像乾涸的河床，眼神卻依然清亮。他滿意地點了點頭，這身打扮讓他覺得自己不再是那個文件和會議裡的林書記，而重新變回了那個可以隨意走在校園小路上的林默。他開的車是一輛服役了8年的國產轎車，車身線條圓潤，顏色也是最常見的那種銀灰色。扔進車流裡，就像一滴水匯入了河流，絕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秘書小王曾多次暗示他該換車了，說這車與他的身份不符，容易讓人看清。
林默總是一笑置之，他不怕被人看清，他只怕自己看高了自己，忘了來時的路。車子發動時，音響裡流淌出的不是廣播裡的時事新聞，而是一首老舊的校園民謠，吉他聲清脆，旋律緩慢，歌詞裡唱着睡在我上鋪的兄弟和多愁善感的你。這首歌像一把生了鏽的鑰匙，打開了他記憶的門。車窗外的城市漸漸甦醒，高樓的玻璃幕牆反射着清晨冰冷的光。林默的思緒卻飄回了20多年前的那個校園，他想起了大學宿舍裡那種混雜着汗味、泡麵味和書本油墨味的氣息，想起了夏天籃球場上赤着脖的少年們像一群奔跑的野馬，想起了冬天自習室裡窗戶上凝結的白霜和女孩哈着白氣認真讀書的側影。那時候的他貧窮、敏感，卻又充滿了不着邊際的夢想。他可以為了在圖書館搶一個靠窗的位置而早起1個小時，也可以為了一場關於哲學問題的辯論和同學爭得面紅耳赤。成功對於當時的他來說是一個很遙遠、很模糊的詞，它可能意味着一篇發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論文，也可能意味着一份能讓父母驕傲的國企工作。他絕不會想到，有一天自己會走到今天的位置，手裡掌握着影響一個省數千萬人口發展的權利。車子平穩地行駛在通往明德大學的高速公路上，林默搖下了一半車窗，讓帶着濕氣的風灌進來，吹亂了他的頭髮。他感覺自己像一個脫隊的候鳥，正在獨自飛回最初的起點。他不為慶典，不為名譽，只為回去看一眼那片承載了他青春的土地，看一眼那些香樟樹是不是又長高了，圖書館門前的水泥台階是不是又被更多人的腳步磨平了。這趟歸途是他給自己的一場無聲的儀式，一場與過去的自己安靜重逢的儀式。明德大學的校門口，100年校慶的氛圍被渲染到了極致，巨大的紅色拱門拔地而起，像一道喜慶的彩虹，上面熱烈歡迎各位校友回家的金色大字在陽光下閃閃發光。然而，這份歡迎似乎是有着不同層次的。校門主幹道上鋪着嶄新的紅地毯，地毯的兩側是清一色穿着白色禮服、面帶標準化微笑的大學生志願者。地毯是留給那些從黑色奧迪、奔馳、賓利裡走下來的傑出校友的。他們西裝革履，肚腩微凸，身邊簇擁着同樣珠光寶氣的女伴，或是精明幹練的秘書。每一次有這樣的車輛停下，志願者們就會發出一陣訓練有素的掌聲和歡呼，閃光燈像受驚的螢火蟲一樣亮成一片。林默的銀灰色國產車，在這片由豪車組成的鋼鐵森林裡，顯得像一隻誤入天鵝群的灰色土鴨。保安用一種混合着疑惑和警惕的眼神打量着他的車，猶豫了半天，才揮手讓他開向了最偏遠的臨時停車場。那片停車場是由學校的舊操場改造的，地面坑坑洼洼，車位上停着的也大多是些經濟型轎車，有些車身上還帶着泥點，像是從某個鄉鎮風塵僕僕地趕來。林默對此毫不在意，他停好車，鎖上門，隨着人流走向會場。他沒有邀請函，那封燙金的信紙還安穩地躺在省委辦公室的抽屜裡。他只是憑着記憶走向那座他無比熟悉的大禮堂。禮堂門口的簽到處，長長的桌子鋪着紅色的絲絨桌布，幾位年輕的工作人員正忙得不可開交。負責主簽到台的是一個名叫李小然的女孩，
他是大3的學生幹部，做事熱情，充滿幹勁，但也像所有未經世事的年輕人一樣，習慣於用眼鏡給世界貼上標籤。他能準確地根據來賓的穿着、腕表、談吐，迅速判斷出對方的等級，並分配給他認為最合適的微笑弧度和最熱情的問候語。當一位戴着勞力士金錶、名片上印着某某集團董事長的中年男人簽到時，李小然立刻站起身，雙手遞上嘉賓證和禮品袋，聲音甜美地說：“王董，歡迎您回家。您的座位在貴賓區3排，位置特別好。”輪到林默時，他只是平靜地走上前，輕聲說：“你好，我叫林默。”林木的林，墨水的墨。李小然的目光飛快地從他那件洗得發白的夾克衫上掃過，又落在他空空如也的手腕上，最後停在他那張溫和但毫無氣場的臉上。他臉上的職業化笑容淡了3分。“林先生，請問您的邀請函呢？”“我忘帶了。”林默如實回答。李小然又翻了翻手裡的貴賓名單，上面密密麻麻全是頭銜和職務。他找了2遍，都沒有找到林默這個名字，後面也沒有跟着任何後綴。“不好意思，先生，我們這裡需要憑邀請函入場。”他的語氣雖然還算禮貌，但已經帶上了一絲疏遠和公事公辦的冷漠。林默指了指旁邊的校友名錄：“我是88級中文系的，可以在這裡查到嗎？”李小然有些不耐煩地在電腦上敲了幾下，確實找到了林默的名字，但信息欄裡籍貫、畢業去向等一片空白。這在他看來就是混得不好的典型代表。畢業快30年了，履歷上什麼都沒有，顯然是在社會上沒什麼成就。他的判斷在內心迅速完成。“好的，林學長，核實到您的信息了。”他從一沓普通的藍色掛繩嘉賓證裡抽出一張，遞給林默，然後用手指朝禮堂的最後面、最角落的一個方向指了指：“您的座位在 G 区，就是最後一排那邊，您自己找一下座位吧。”那個區域的燈光昏暗，離主席台最遠，視野也被幾根巨大的承重柱擋住了大半。坐那兒的大多是和林默一樣，穿着樸素、看起來平平無奇的中老年校友，還有些是聞訊趕來的退休教職工。他們像是這場盛宴的旁觀者，被小心翼翼地與前排那些閃閃發光的人物隔離開來。林默接過那張藍色的嘉賓證，上面只有手寫的“林默”2個字，連打印都省了。他沒有說什麼，只是對那個女孩報以一個溫和的微笑，然後轉身向着那個被遺忘的角落走去。他的背影挺直，腳步平穩，沒有一絲一毫的局促或不滿，仿佛他不是被安排到那裡，而是他本就屬於那裡。他安然地在G區的最後一排一個靠牆的位置坐下，這裡的空氣中都彌漫着一種被忽略的氣息。他能聽到前排傳來的被麥克風放大的寒暄和吹捧，看到那些所謂的成功人士在閃光燈下交換名片，他們高談闊論，聲音裡充滿了對世界的掌控感。而林默只是靜靜地坐着，像一塊沉默的石頭。他看着這一切，眼神平靜得像一口深不見底的古井。這錯位的安排，在他看來，非但不是一種冒犯，反而是一種難得的饋贈。它讓他得以從一個最真實的、最不被打擾的角度，重新觀察他的母校和他母校的孩子們，在這100年的時間節點上，究竟是怎樣一副面貌。這比坐在主席台上聽着千篇一律的報告要有意思得多。林默的清靜沒有持續太久，一個肥碩的身影帶着一股濃烈的古龍水和雪茄混合的味道，
像一堵牆一樣擠進了他旁邊的空位。來人是趙天宇，他今天特意換上了最新的阿瑪尼高定西裝，但緊繃的布料還是無法完全掩蓋他那因為縱情酒色而隆起的肚腩。他心情很不好。作為近年來給母校捐款最大方的金主之一，他本以為自己的位置怎麼也得在第一排正中間，和校長是領導挨着。沒想到因為路上堵車，來晚了10分鐘，最好的位置都沒了。校方工作人員雖然一個勁兒的道歉，最後也只得把他安排在貴賓區的邊緣，離林默所在的劇區只有一道走廊之隔，這讓他感到一種莫大的羞辱。他一坐下，就煩躁地扯了扯自己的真絲領帶，感覺那玩意兒像個絞索一樣勒着他的脖子。他的目光不經意地掃過鄰座，當他看到林默那一身舊夾克和布褲子時，眉頭立刻擰成了一個疙瘩。他感覺自己像一顆巨大的鑽石，卻被錯扔進了一堆煤渣裡，這讓他更加難以忍受。哎，哥們！趙天宇用一種紆尊降貴的語氣開了口，他身體向後仰，翹起二郎腿，露出腳上那雙锃亮的鑲着金邊 logo 的菲拉格慕皮鞋。林默轉過頭，禮貌地點了點頭。哪個系的啊？看你這年紀，比我大幾屆吧？趙天宇的問話裡不帶任何敬意，倒像是在審視一件商品。88級中文系。林默平靜地回答。哦，中文系，怪不得。趙天宇恍然大悟似的，嘴角撇出一絲毫不掩飾的輕蔑。讀文科的都這樣，一股子酸腐氣。兄弟，畢業這麼多年，在哪兒高就啊？這個問題才是他真正想問的。他的人生哲學裡，職業和收入是衡量一個人價值唯一的標尺。林默淡淡地說，在政府部門做點服務工作。服務工作。趙天宇的音量陡然拔高，那張油光滿面的臉上，嘲諷的笑容像黃油一樣化開，糊得滿臉都是。他誇張地拍了拍林默的肩膀，那力道重得像是在拍打一個舊麻袋。兄弟，我跟你說句掏心窩子的話，你別不愛聽。體制內穩定是真穩定，但一輩子也就那樣了，看得見頭。你看你這衣服，得穿了好些年了吧？人吶，不能這麼混。說着，他故意將自己的左手手腕抬了起來，那裡一塊百達翡麗的星空腕表，在禮堂昏暗的燈光下，反射出幽藍而又炫目的光芒，仿佛將一小片宇宙戴在了手上。看見這塊表沒？他把手腕幾乎湊到了林默的眼前，那股炫耀的勁兒幾乎要從他每一個毛孔裡噴薄而出。百達翡麗入門款也就夠在咱們省會買套小3房吧。我這不算什麼，就是個小玩意兒。林默的目光在那塊表上停留了1秒鐘，然後又平靜地移開。他沒有表現出趙天宇所期待的任何一絲羨慕、嫉妒或者自卑，他只是笑了笑，說：“挺好看的。”這種平靜的反應讓趙天宇感覺自己像是卯足了勁兒的一拳，卻打在了一團棉花上，說不出的憋悶。他不甘心，他從口袋裡掏出慶典的手冊，那手冊制作精美。封面是明德大學的標誌性建築。趙天宇熟練地翻到中間的某一頁，那一頁是捐贈芳名錄，他自己的名字和照片赫然印在最頂端，用的是加粗的黑體字。照片上的他笑容得意，背景是他捐贈的那棟天宇樓的效果圖。看見沒，兄弟？他用粗短的手指用力地戳着自己的名字。這棟樓我捐的，1個億。眼睛沒眨一下。為什麼？回報母校嗎？再說了，這點錢對我來說9牛1毛。他頓了頓，
壓低了聲音，用一種傳授天機的神秘語氣對林默說：“這不光是錢的事，你捐了樓，學校就得念着你的好。張校長，看見沒？主席台上那個親自請我吃了好幾次飯，市裡的領導也都得給我幾分面子，這就是人脈，懂嗎？人活一輩子，圖的不就是個面子，就是個人脈嗎？”林默始終保持着那種禮貌而疏遠的微笑，他既不反駁，也不附和，像一個置身事外的觀眾，看着趙天宇一個人在舞台上賣力地表演着他的成功學。趙天宇說的口乾舌燥，卻始終沒能從林默那裡得到他想要的情緒反饋。他開始覺得眼前這個人要麼是個傻子，要麼就是城府深到了極點。但看他那身寒酸的打扮，趙天宇寧願相信是前者。兄弟，不是我說你。趙天宇換上了一副悲天憫人的腔調，你這個樣子真的不行。同學聚會，你敢去嗎？孩子開家長會，你開什麼車去？老婆跟着你，買得起像樣的包嗎？有機會啊，還是得下海。你要是想出來幹，可以來找我。看在校友的份上，我給你安排個保安隊長的活，總比你現在這個服務工作強多了。一個月給你開1萬。他說這話時，周圍幾個同樣坐在角落裡的校友都聽見了，紛紛投來或同情或鄙夷的目光。他們似乎也認定了，這個穿着舊夾克的男人就是個在體制內混日子、毫無前途的失敗者。林默終於有了多一點的反應，他轉過頭，認真地看着趙天宇，說：“謝謝你的好意，我心領了。”他的眼神太過清澈，清澈的讓趙天宇感到一陣莫名的心虛，仿佛在那雙眼睛的注視下，自己所有浮誇的表演都成了一場拙劣的鬧劇。就在趙天宇覺得索然無味，準備收起他的說教時，一道溫婉的身影穿過昏暗的過道，停在了他們的座位旁邊。林默，來人的聲音像是江南3月的微風，輕柔而又帶着一絲不確定的驚喜。林默抬頭看到了蘇晴，歲月似乎格外偏愛這個女人。20多年過去，她眼角雖也添了些許細紋，但那份知性溫婉的氣質卻愈發沉澱下來，像一塊被時光打磨的溫潤的古玉。她穿着一件淡青色的旗袍，外面披着一條素色的羊絨披肩，整個人散發着一種書卷氣的芬芳。蘇晴如今已是明德大學文學院的知名教授、博士生導師，在大學時代，她是無數男生心中的白月光，林默也不例外。只是那時的他太過內向和自卑，只能將那份欣賞默默地藏在心裡。蘇晴，好久不見。林默站起身，臉上露出了重逢故友的真誠的笑容。真的是你，我剛才在嘉賓名單上看到你的名字，還以為是同名同姓，我找了你好幾圈，沒想到你坐在這裡。蘇晴的目光裡沒有一絲一毫的嫌棄，只有純粹的喜悅。她自然地坐在了林默另一邊的空位上，兩個人開始熱絡地聊了起來。他們聊起了當年的恩師，哪一位退休了，哪一位還在帶學生。他們聊起了學校的變化，哪棟樓拆了，哪條路新修了。他們的對話裡沒有金錢，沒有人脈，沒有職位，只有對往昔歲月共同的追憶和對知識的敬畏。那種純粹和真誠，與旁邊趙天宇所構建的那個充滿銅臭味的世界，形成了無比鮮明而又諷刺的對比。趙天宇被晾在了一邊，他看着蘇晴，這個即便以他閱人無數的挑剔眼光來看，也堪稱極品的女人，對林默那個窮酸樣子笑語嫣然，言談親切，心裡頓時升起一股混雜着嫉妒和鄙夷的邪火。一個開着破車
穿着舊衣的體制內小科員，憑什麼能得到這種美女教授的青睞？他立刻為這種現象找到了一個自以為合理的解釋：酸腐文人就會討好女人。他在心裡惡毒地想，於是他決定再次插話，他要當着這位美女教授的面，徹底撕下林默那層故作鎮定的虛偽面具。哎呦，這不是咱們文學院的大才女蘇教授嗎？趙天宇故意用一種油腔滑調的語氣說道。蘇晴禮貌性地對他點了點頭，趙天宇卻不依不饒，他用胳膊肘捅了捅林默，笑得一臉曖昧。林哥，可以啊，深藏不露啊，這麼多年了，還對咱們的蘇大教授念念不忘呢。我可聽說，當年追蘇教授的人，從學校東門能排到西門，沒想到林哥你也是其中之一啊。他的話語輕佻而又充滿了暗示性，讓周圍的空氣都變得尷尬起來。蘇晴的眉頭微微蹙起，林默臉上的笑容也淡了下去。但趙天宇還在火上澆油，他覺得自己抓住了林默的痛點，不把他戳穿，絕不罷休。他用一種看似惋惜，實則嘲諷的口吻繼續說：“可惜啊，可惜。人家蘇教授現在是什麼身份？是名滿學界的大學教授，眼光高着呢。林哥，你還是現實一點好，感情不能當飯吃，對不對？先把自己的物質基礎搞好，換身像樣的衣服，買輛好點的車，再來談什麼詩和遠方嘛。”這番話極其刻薄，不僅貶低了林默，也暗諷了蘇晴。周圍幾個校友已經開始竊竊私語，看向林默的眼神裡，除了鄙夷，又多了一層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的嘲弄。蘇晴的臉色有些難看，她正要開口反駁這無理的挑釁，林默卻輕輕地拉了她一下，對她搖了搖頭。她依然沒有動怒，她只是重新將目光投向了主席台。仿佛剛才那番刺耳的話語，不過是一隻蒼蠅在他耳邊嗡嗡叫了幾聲而已。這種極致的無視，比任何激烈的反駁都更讓趙天宇感到憤怒。他感覺自己所有的攻擊都失效了，對方就像一個穿着厚重盔甲的騎士，而他只是一個上蹿下跳的小丑。他決定要放出最後的大招。他要讓林默在這個盛大的慶典上徹底地、無可挽回地丟盡臉面。他正醞釀着更惡毒的詞彙。就在這時，台上的主持人手持話筒走到了台前，慶典最重要的環節要開始了。這也給了趙天宇一個他自認為絕佳的表演舞台。慶典的流程冗長而又乏味。領導致辭，校友代表發言，無非是一些歌功頌德、追憶往昔的套話。趙天宇聽得昏昏欲睡，內心卻在焦急地等待。他知道，按照流程，在他捐贈的天宇樓模型揭幕時，他會被請上台，作為捐贈人代表講幾句話。他已經打好腹稿，要在那個萬眾矚目的時刻好好的展現一下自己的成功和格局，順便再不經意地提點一下身邊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林哥。終於，主持人用一種慷慨激昂、充滿感情的語調宣布：櫛風沐雨，薪火相傳。100年來，我們明德大學培養了無數的傑出人才，他們如同滿天繁星，在各行各業為我們的國家和社會貢獻着光與熱。主持人頓了頓，故意賣了個關子，台下的氣氛被調動了起來。而今天，我們非常榮幸地請到了一位特殊的校友。主持人的聲音裡充滿了敬意。他從明德園走出，幾十年如一日，扎根在人民群眾最需要的地方。他從基層做起，一步一個腳印，心裡裝着的永遠是民生疾苦。
如今他已經成為我們省未來發展的核心擘畫者之一，用他的智慧和擔當為我們描繪着更加宏偉的藍圖。趙天宇聽到這裡，嗤笑了一聲，他小聲對林默嘀咕道：“吹，接着吹，搞得這麼神秘，不就是省裡來的某個領導嗎？”官話套話，聽得耳朵都起繭了。林默沒有理他，只是靜靜地聽着。主持人的情緒達到了頂點，他幾乎是用吶喊的聲音公布了那個名字。現在就讓我們用最最熱烈的掌聲歡迎我們的節告校友，88級中文系的林默先生上台致辭。當林默這2個字通過巨大的音響，清晰地、洪亮的，如同一道驚雷般響徹整個大禮堂時，時間仿佛在這一瞬間被按下了暫停鍵。趙天宇臉上的譏笑，如同一個劣質的陶瓷面具，瞬間凝固、碎裂，然後一片片的剝落。整個人頓時瞪大雙眼，如遭雷劈。他那碩大的身體，如同被抽走了骨頭一般，僵在了椅子上。他幾乎是用一種扭斷脖子的姿勢，一寸一寸的、艱難的扭過頭，望向身邊這個一直被他嘲笑和羞辱的男人。這個穿着舊夾克的，被稱為林哥的，被他斷言一輩子沒出息的男人林默。他就是林默，那個主持人嘴裡擘畫全省發展的林默。不可能，這絕對不可能，這一定是個天大的、荒謬絕倫的玩笑。趙天宇的大腦一片空白，耳邊是山呼海嘯般的掌聲。他看到周圍那些和他一樣坐在劇區的衣着樸素的校友們，此刻都露出了與他如出一轍的震驚到呆滯的表情。他們也紛紛扭過頭，用一種看神仙下凡般的眼神聚焦在那個沉默的男人身上。聚光燈像一隻巨大的、明亮的神之眼，穿過整個禮堂的昏暗，精準無誤地找到了這個被遺忘的角落，將林默籠罩在耀眼的光柱之中。他衣服上的褶皺、鬢角的白髮，在強光下顯得如此清晰。然而，他樸素的身影在這一刻卻顯得無比的挺拔，無比的矚目。在全場上千道錯愕、震驚、難以置信的目光的注視下，林默平靜地站起了身。他沒有看身旁已經面如死灰的趙天宇一眼，他只是抬起手，整理了一下自己那件舊夾克的衣領，仿佛那不是一件普通的衣服，而是一件莊重的禮服。然後他邁開腳步，向着那個萬眾矚目的舞台不疾不徐地走去。他的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了趙天宇的心臟上，沉重而又致命。林默走向舞台的每一步都伴隨着台下愈發洶湧的掌聲和竊竊私語。人們的目光跟隨着那道光柱，看着那個樸素的身影從最不起眼的角落一步步走向會場的中心。這條路不長，卻仿佛跨越了世俗意義上最遙遠的距離，從被輕視到被仰望，從默默無聞到萬眾矚目。趙天宇的身體開始不受控制的顫抖，冷汗像無數條冰冷的蟲子從他的額頭、後背、手心瘋狂地冒出來，瞬間浸濕了他那件昂貴的阿瑪尼西裝。他腦子裡反復回想着自己剛才說的那些話：“兄弟，你這麼混不行啊，給你安排個保安隊長的活。”人家蘇教授眼光高着呢。每一個字此刻都變成了一記響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他的臉上，火辣辣的疼。他手腕上那塊曾經讓他引以為傲的百達翡麗，此刻仿佛重達千斤，勒得他手腕生疼。那片幽藍的星空看上去像一個巨大而又滑稽的笑話。就在全場的焦點都匯聚在林默身上時，一個更令人震驚的、
完全超出所有人預料的場面發生了。坐在主席台第一排正中央的明德大學老校長張衛國猛地從他的座位上站了起來。張衛國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學者，年近70，向來以沉穩持重著稱。在如此重大的场合，他這個突兀的舉動讓所有人都吃了一驚。沒等主持人反應過來，沒等任何人明白他的意圖，張校長已經快步走下了主席台的台階。他沒有去迎接林默，而是搶先一步走到了演講台前。演講台的話筒是為前幾位身材高大的企業家校友準備的，高度設置的比較高。張衛國走到台前，在全場驟然安靜下來的落針可聞的寂靜中，親自伸出他那雙寫了一輩子粉筆字布滿學者式褶皺的手，握住了話筒的支架。他微微彎下腰，仔細的，甚至可以說是恭謹的，將話筒的高度往下調了調，調整到一個最適合林默的身高的位置。做完這一切，他抬起頭，正好迎上剛剛走上舞台的林默。老校長看着自己這位最有風骨的學生，眼中充滿了複雜的情感，有欣賞，有敬重，但更多的是一種深深的歉意。他沒有通過麥克風，而是用一種只有附近的人才能聽見的，帶着無比誠懇和自責的語氣，輕聲對林默說：“林書記，抱歉，非常抱歉，是我們工作疏忽，招待不周。話筒有點低了，我給您扶正。”這句話如同引爆了一顆原子彈，在禮堂內炸開了鍋。雖然音量不大，但林書記這3個字卻如同一記最沉重的鐵錘，通過那些前排領導和嘉賓們震驚的表情、倒吸冷氣的動作，瞬間傳遞到了會場的每一個角落。省委副書記，原來他就是那位傳說中異常低調，從不參加任何商業活動的新任省委副書記。轟的一聲，台下前排就坐的那些市級領導、各路企業家、社會名流們，凡是知道或聽說過省裡新動向的人，此刻再也坐不住了。他們唰的一下，全部從座位上起立，用最熱烈、最真誠，甚至帶着幾分惶恐的掌聲，向舞台上的林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掌聲不再是禮節性的，而是發自內心的震撼和敬佩。負責接待的李小然此刻正站在後台的幕布邊，當他看清舞台上發生的一切，聽清那句林書記時，他用手死死地捂住了自己的嘴，才沒讓自己失聲尖叫出來。他的腦海裡瞬間浮現出自己當時那種敷衍輕慢的態度，浮現出自己隨手指派那個角落的畫面。巨大的震驚、懊悔和後怕像潮水一樣將他淹沒，眼淚不爭氣地湧了出來。而趙天宇在聽到林書記這3個字時，最後一絲心理防線也徹底崩潰了。他的臉色從紅到白，再到灰敗，最後變成了一種毫無血色的鐵青。他感覺天旋地轉，整個世界都在他眼前晃動。他終於明白自己究竟錯得有多麼離譜，自己嘲諷和羞辱的到底是怎樣一個存在。他不是小丑，他連小丑都不如。他像一隻在巨龍面前炫耀自己鱗片的螻蟻。全場的氣氛從之前那種帶着幾分浮誇和喧鬧的慶典氛圍，瞬間轉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莊重和肅靜。所有的浮華和勢力在這一刻都被那個扶正的話筒和那個站在話筒前穿着舊夾克的男人擊得粉碎。林默對着為他扶正話筒的張校長微微頷首，眼神裡傳遞的是理解和尊重，沒有一絲一毫的得瑟或倨傲。他走到演講台前，台下的掌聲
經久不息。他伸出雙手，輕輕地往下壓了壓。神奇的是，隨着他這個簡單的動作，雷鳴般的掌聲竟然瞬間平息，整個禮堂再次陷入了絕對的安靜。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待着這位林書記的發言。人們都以為他會先說幾句官場上的客套話，或者會以某種方式，或巧妙或嚴厲的對自己剛才的遭遇表達一些看法。然而，林默開口的第一句話就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剛才我一直坐在禮堂最後面的角落裡，他的聲音通過麥克風清晰地傳到每一個人的耳朵裡。那聲音不洪亮，不激昂，卻像一股溫潤的錢流，平靜但充滿了力量。他沒有提任何關於誤會和座位的事情，他只是在陳述一個事實。坐在那裡，視野確實不太好，會被柱子擋住，但是那個位置也給了我一個非常難得的視角。那個位置讓我想起了20多年前我最喜歡待的地方，學校老圖書館3樓的那個角落。他的話語裡帶着一絲溫暖的懷舊氣息，將所有人的思緒都帶回了那個純真的學生年代。在那個角落裡，我可以不被打擾地讀書，也能看到整個閱覽室裡每一位埋頭苦讀的同學。今天也一樣，坐在那個角落，我雖然看不清主席台上諸位領導的臉，但我能更清楚地看到我的母校的全貌，能看到在場的每一位普普通通的校友，看到他們臉上對母校的眷戀和熱愛。這番話如同一股清泉，洗滌了會場裡之前所有的功利和浮躁。前排的達官顯貴們臉上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情，而後排那些真正普通的校友們則感覺一股暖流湧上心頭。他們第一次感覺到自己不是被遺忘的陪襯，而是被一位真正的大人物看在了眼裡，記在了心裡。母校的校訓是明德、博學、求是、篤行。林默的目光掃過全場，眼神變得深邃而又堅定。這8個字，在我走出校門後的幾十年裡，一直是我人生的座右銘。是它教會了我如何選擇我的人生道路，是它讓我在面對誘惑和困難時，始終能守住自己的本心。今天，我們在這裡慶祝母校的100年華誕。我們有很多校友成為了成功的企業家，為社會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也為母校的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就像剛才趙天宇同學一樣，我為你們感到骄傲。當趙天宇3個字從林默口中說出時，坐在角落裡的趙天宇身體像觸電般猛地一抖。他沒想到林默會在這樣的場合以這樣一種方式提到他，那不是批評，不是敲打，而是一種平靜的，甚至帶着些許肯定的提及。然而，正是這種不帶任何情緒的提及，才更讓他無地自容。林默的話鋒一轉，變得更加有力。但是，我想說的是，財富的多寡從來不是，也不應該是評價我們明德大學學生成功與否的唯一標準。真正的成功，不是你擁有多少，而是你為這個社會、為這個國家、為我們的人民付出了多少，創造了多少真實的價值。我們明德大學真正的校友名片，不是你捐了多少棟樓，不是你擁有多高的社會地位，而是你是否將明德2字刻在了心裡，是你是否用你的所學去求是，去篤行，去為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做了一些實實在在的事情。他的話語樸實無華，沒有一句華麗的辭藻，卻字字千鈞，掷地有聲。每一句話都像一把錘子，敲打在每個人的心坎上。整個禮堂裡鴉雀無聲，人們被這番發自肺腑的言語所震撼。
這不是一篇官樣的講稿，這是一位學長對自己所有學弟學妹們最真誠的傾訴和期望。演講的最後，林默的語氣再次變得柔和。今天，我以一個普通校友的身份回到這裡，內心充滿了感激，感謝母校的培養，感謝恩師的教誨。希望在下一個100年，我們明德大學能走出更多有風骨、有擔當、心懷天下、腳踏實地的學生，與各位校友共勉。他講完了。沒有長篇大論，沒有豪言壯語，他對着台下深深地鞠了一躬。短暫的寂靜之後，是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加熱烈、更加持久的掌聲。那掌聲發自肺腑，經久不息，回盪在百年學府的上空。慶典結束後的招待酒會，設在學校新落成的國際交流中心，水晶吊燈、香檳塔，衣香鬢影，氣氛比之前的慶典更加輕鬆，但也更加現實。這裡成了名利和人脈的交易所，林默無疑是整個酒會的絕對中心。他被一群勢力的領導、商界的名流、學校的教授們裡3層外3層的圍住，每個人都想和他攀談幾句，敬上一杯酒，留一個好印象。但林默始終保持着溫和的距離，他與人碰杯，但只是以茶代酒，言辭懇切，卻不做任何承諾。他身上有一種天然的氣場，能讓周圍的喧囂和奉承都沉靜下來。而趙天宇則成了酒會裡另一個中心，一個被孤立和躲避的中心。沒有人再圍着他趙董長、趙董短的叫了。那些之前還和他稱兄道弟的企業家們，此刻都像躲避瘟疫一樣躲着他。他獨自一人端着一杯威士忌，站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裡，臉色灰敗，眼神渙散。他知道自己今天徹底地、公開地表演了一場職業生涯中最愚蠢的自殺。他不僅得罪了一位他根本得罪不起的人物，更重要的是，他所信奉和炫耀的那套價值觀，被對方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得稀碎。他周圍的空氣都仿佛是凝固的，帶着嘲諷味道的。他的幾個生意上的夥伴，用一種看好戲的眼神，遠遠地望着他，竊竊私語。他知道，如果今天不去做點什麼，明天他的天宇集團可能就會面臨各種他想象不到的麻煩。經過了漫長而又痛苦的心理鬥爭，他終於鼓起了這輩子最大的勇氣。他端着酒杯，像一個即將走上刑場的囚犯，穿過整個酒會大廳，在所有人的注視下，一步步地走向了那個被人群簇擁着的林默。圍在林默身邊的人看到趙天宇走過來，都自覺地讓開了一條路。大家神情各異，有幸災樂禍的，有好奇的，也有同情的。趙天宇走到了林默面前，他那肥碩的身體此刻因為緊張和恐懼，抖得像風中的一片肥肉。林書記，他的聲音乾澀、嘶啞，還帶着無法掩飾的顫抖。他雙手端着酒杯，將腰深深地彎了下去，彎成了一個接近90度的、極其謙卑的鞠躬。我有眼不識泰山，我嘴賤，我混蛋，我跟您道歉，我該死，我真的該死。他的語無倫次，說到最後幾乎要哭了出來。一個平日裡不可一世的商界大亨，此刻卑微得像一條狗。周圍一片寂靜，所有人都看着林默，想看他會如何處理這個當眾羞辱過自己的人，是會一笑泯恩仇，彰顯大度，還是會冷漠以對，給他一個終身難忘的教訓。林默看着眼前這個幾乎要趴在地上的男人，眼神裡沒有憤怒，也沒有得意，只有一種複雜的平靜。他伸出手，從侍者的托盤裡拿起一杯清茶，
然後輕輕地用自己的杯子碰了一下趙天宇那只因顫抖而叮當作響的酒杯。趙總，不必如此。林默開口了，聲音依然溫和。你是我們明德大學成功的企業家，為母校和社會都做了貢獻，這一點大家有目共睹，是很好的事情。他先是給予了肯定，這讓趙天宇稍稍抬起了一點頭，臉上滿是錯愕。林默接着說下去，語氣沒有絲毫變化，但每一個字都像針一樣扎進了趙天宇的心裡。但我們都是從明德大學走出去的學生，我們的校訓：明德在前，博學在後。先要修明德行，然後才能談博學濟世。今天這件事，對你、對我、對在場的所有校友，都是一個提醒。他看着趙天宇，目光溫和，卻又帶着不容置疑的威嚴。希望我們共勉。說完，他將杯中的清茶一飲而盡，沒有一句責備，沒有一句羞辱，但這種看似寬容的話語，卻蘊含着最深刻的敲打和最沉重的力量。這種溫柔的重擊，遠比任何直接的羞辱都更讓趙天宇感到靈魂深處的震顫和羞愧。他明白了，這才是真正的格局。自己那點建立在金錢之上的所謂面子，在對方面前渺小的如同一粒塵埃。謝謝林書記教誨，謝謝林書記教誨。趙天宇連連鞠躬，他端起酒杯，將那杯烈性威士忌一口灌了下去，嗆得他滿臉通紅，眼淚直流。那眼淚不知是因酒的辛辣，還是因內心的悔恨。酒會的一角，老校長張衛國終於找到了一個與林默單獨交談的機會。林書記，今天的事是我這個當校長的失職，我向你檢討。張衛國一臉的愧疚，林默連忙扶住他。老校長，您千萬別這麼說，您是我的老師，哪有老師跟學生檢討的道理？再說了，今天這事對我來說不是壞事，是好事。張衛國有些不解，他讓我看到了，我們這些年在追求學校發展的過程中，是不是有些過於看重那些外在的物質的東西，而忽略了我們大學精神的內核？林默的目光望向窗外，夜色中的校園寧靜而又深沉。學校的發展離不開校友們的慷慨捐贈，但我們更應該注重對所有校友的精神關懷。無論他們身處何位，從事何種職業，只要他們心中還記掛着母校，他們就是我們最寶貴的財富。我們應該平等的、真誠的歡迎每一個孩子回家。張衛國聽着林默的話，重重地點了點頭，眼中充滿了讚許和感動。他知道林默這番話為明德大學未來的發展指明了一個更健康、更長遠的方向。在走廊的盡頭，那個負責接待的年輕女孩李小然鼓足了勇氣，攔住了林默的去路。她的眼睛紅腫，臉上還掛着淚痕。林書記，對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是您。他哽咽着，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林默看着眼前這個惶恐不安的年輕人，仿佛看到了當年的自己。他沒有絲毫的責備，反而溫和地笑了。沒關係，你不用道歉，你做得很好，工作很熱情，也很負責。他停頓了一下，用一種長輩對晚輩的語氣，語重心長地說：今天這件事對你來說也許是個寶貴的教訓，它能讓你在剛踏入社會的時候就明白，永遠不要用衣冠去衡量一個人，要用心去看人的內在。這個教訓千金難買，好好記住它，對你未來的人生有好處。他溫和的鼓勵像一股暖流，瞬間驅散了李小然心中所有的恐懼和自責。他含着淚向林默深深地鞠了一躬。這個夜晚他成長了許多。酒會散場後，
林默謝絕了所有人陪同的好意，蘇晴陪着他，兩人在灑滿月光的校園湖邊慢慢地散步。晚風吹過，湖邊的柳樹輕輕搖曳，像在訴說着往事。我就知道你一直沒變，蘇晴輕聲說，還是當年那個在圖書館角落裡穿着洗得發白的衣服，卻愛讀黑格爾的林默。林默笑了，你也一樣，還是那麼純粹。兩人相視一笑，一切盡在不言中。他們聊着各自的人生軌跡，聊着理想與現實的碰撞，聊着對未來的期許。沒有了旁人的打擾，他們的交流回歸到了同學和知己之間最本真的狀態。這種超越了世俗名利，建立在共同回憶和精神共鳴之上的情誼，是這個喧囂夜晚裡最溫暖、最明亮的一抹亮色。明德大學100年校慶上發生的這件事，像一顆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的漣漪迅速擴散開來。它在校友圈、省內政商界，甚至在網絡上，都引發了廣泛的討論。人們津津樂道於那個扮豬吃老虎的戲劇性反轉，但更多的人則是在反思故事背後所揭示的關於成功標準的深刻問題。明德大學內部，一股無聲的改變正在悄然發生。老校長張衛國在全校幹部會議上多次引用林默的講話，強調要回歸大學精神的本源，崇尚學術，崇尚實幹，反對浮誇和功利之風。學校的校友工作聯絡方式也從過去只盯着大魚，轉變為更注重與每一位普通校友的聯繫和情感維繫。而趙天宇則成為了這場風波中最具象的反面教材。他的公司股價在事件發酵後的幾天裡出現了不小的波動，很多原先與他過從甚密的官員和夥伴也開始有意識地與他保持距離。他經歷了一生中從未有過的孤立和冷遇。然而，這次巨大的思想衝擊對他而言未必是件壞事。夜深人靜時，他開始反思自己這些年的人生。他發現自己拼命賺錢，拼命炫耀，內心深處不過是為了填補那種因為出身而帶來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他以為金錢可以買來一切，包括尊重。但林默的出現讓他明白了，有一種力量是凌駕於金錢之上的，那就是由人格、品德和為國為民的情懷所構築起來的真正的尊嚴。從那以後，趙天宇變了，他不再熱衷於參加各種名流聚會，不再在社交媒體上炫耀自己的名車名表。他解散了公司裡那個只為塗脂抹粉的公關部門，轉而成立了一個腳踏實地的慈善基金會。他開始將大量的資金和精力投入到對貧困地區的教育援助和產業扶持上。他從一個浮誇的炫耀者開始向一個真正的貢獻者轉變。而在省裡，林默低調務實的作風也通過這件事被更多的人所熟知和敬佩。他那種不重排場、深入基層、心繫民眾的形象深入人心，這為他後續在全省範圍內推行各項旨在改善民生、促進公平的改革，減少了許多不必要的阻力和誤解。一個人的品格，有時候比1000句政策口號都更有力量。夜深了，當所有的喧囂都散去，明德大學的校園又恢復了它應有的寧靜。學校方面安排了一支由最高規格的奧迪組成的車隊，準備恭送林默。但林默再一次謝絕了所有的安排。在張校長和蘇晴的陪同下，他走到了那個偏遠的、停放着普通校友車輛的舊操場。他找到了自己那輛銀灰色的國產車。在夜色中，
這輛車安靜地停在那裡，像一個忠實的老朋友。他同張校長和蘇晴告別，然後拉開車門坐了進去。車子發動，依然是那首熟悉的帶着懷舊氣息的校園民謠。車子緩緩駛出停車場，駛過他白天走過的那條小路，駛向燈火璀璨的校門。當車子駛出校門的那一刻，林默從後視鏡裡看了一眼母校那座在夜色和燈光下顯得格外莊重典雅的校門。校門上方的明德大學4個大字，在夕陽的餘暉下，曾是他少年時代所有夢想的起點。而此刻，在深夜的燈光下，它又像一座燈塔，照亮着他未來的路。他想起了20多年前自己第一次踏入這座校門時的樣子，一個從南方小鎮走出來的穿着不合身衣服的清瘦少年。他的行囊裡除了幾件舊衣服，就只有父母東拼西湊來的學費和一顆對未來充滿無限憧憬和敬畏的心。他的心中懷揣着一個簡單而又宏大的夢想，要用自己學到的知識去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運，如果可能，再去為這個世界做出一點點小小的改變。如今幾十年過去，他身居高位，手中掌握着巨大的權力，但他內心深處卻從未忘記過那個少年。他知道，無論他走多遠，無論他站多高，他依然是那個當年坐在圖書館角落裡仰望着知識星空的學生。真正的強大從來不是站在聚光燈下接受萬眾的膜拜和歡呼，而是無論你身處何種境地，無論是在萬眾矚目的舞台中央，還是在被人遺忘的偏僻角落，你都能堅守住自己最初的那顆本心，並用自己積蓄的力量，讓這個世界能清晰地聽到那一聲來自角落裡的真誠而又堅定的回響。車子匯入了城市的車流，那輛普通的銀灰色轎車很快就消失在了茫茫的燈海之中，不留下一絲痕跡，就像他來的時候一樣，安靜而又平常。感謝大家的觀看，本期故事精彩嗎？歡迎大家在下方評論區吐槽。如果你喜歡這類故事，記得點擊訂閱微光夜讀，並分享給更多的人，這會對我幫助很大。再次感謝大家的觀看。